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3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一个是中共11月开6中全会，习近平连任的关键啊，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讲这个，但我又担心，我们最近发现我准备的内容有点多啊。第二，我准备了另外一个，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讲，没有时间我们就不讲。其实讲的是中国会实施租金管制政策嘛，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啊，虽然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啊，对整个城市，对中国所有的城市都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先讲这6中全会啊，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号召开会议啊，决定了2件事。第一个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19届6中全会啊，中共中央是第19届19届中央委员会啊。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会议的议程，会议的议程是2个，第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第二个呢是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啊。那么6中全会中共一届是5年时间，所以理论上就有五个。第一次会议呢，就是开完大会，马上就开1中全会啊。开完党代表大会，马上就开中央全会。中央全会呢叫中全会，就是中央全会。中央全会呢再选总书记，所以实际上呢，党代表大会只是选出中央委员会，然后中央委员会开一次全体会议，叫中全会。中全会选出，所以1中全会通常是没有内容的，就是选举这个总的领导机构啊，总书记啊、政治局啊、书记处啊等等选出来完了以后，然后就新的领导班子见面啊，所以1中全会基本上没有内容，就是选党中央啊，选这个总书记，然后后面呢就是2中、3中、4中、5中、6中啊，6中是最后一次中全会，就是本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中全会啊。那么6中全会通常呢就会制定下一次这个党代表大会的主要的人事布局，人事布局会在6中全会，所有的6中全会都是会安排下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人事布局啊，也就是开启这个新的这个执政周期的关键一步啊。那么上一次6中全会就是18届6中全会，18届6中全会是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周期啊。那么时间是2016年的10月24号到27号，在北京京西宾馆，中全会全部都在京西宾馆开，因为人不多啊，京西宾馆的礼堂很大，坐几百人没问题，几百上千人都没问题。那么京西宾馆开，京西宾馆呢，这次中全会就6中全会之后结束之后，第一次提出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啊，这第一次啊，也就是在6中全会上，习近平被称为这个习核心啊，习核心。那么这次也不例外啊，这次也不例外，核心的议题是什么？核心的议题当然是20大上的人事布局。20大的人事布局的核心问题是习近平连任的问题啊，到底连不连任？那么这个会议呢，现在有没有苗头？习近平到底能不能连任？到底连任的局是个怎么个局啊？我们先看看这个政治局怎么说啊？政治局会议说，总结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在建党100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然后再提出4个意识
两个自信，两个维护啊，两个维护什么呢？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第二个，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两个维护一上来呢，习近平的地位就突出了，这是一点。第二点，下一个六中全会的议题，其中有一个重点研究总结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问题。一提这个呢，就跟什么有关？跟习近平有关啊，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政绩啊，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什么？其中一部分就是奔小康啊，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全面脱贫，然后是这个污染反污染啊，这3个是基本上他在18大上面提出来的政治任务。他还提过两个重要的这个政治口号，就是政治愿景，一个是中共100年党庆啊，中共100年党庆是习近平的其中一个政绩啊，那么还有一个是100年国庆，100年国庆当然还没有到啊，那么基本上是这两个方向啊，他提出两个100年，一个是100年党庆，一个是100年国庆，100年国庆要到49年。2049年，那么他把这个六中全会的这个内容上来给定义成什么呢？定义成研究党的100年奋斗成就和这个历史经验，实际上呢，就和习近平的这个100年党庆挂上钩了。那这件事是习近平办的，那你重点研究这个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就有成就啊，就有政绩啊。那么这是有利于这个主题的设定，本身是有利于习近平连任啊。那么他讲了一堆啊，讲了一堆什么唯物史观，从党的100年奋斗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清楚未来我们怎么才能够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的、更加自觉的践行初心使命，这就是习近平一直在讲的一些话。那么从这个六中全会，他这么去定这个调子啊，定这个主题，是有利于习近平的这个连任啊。从政治局会议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文件来看，那么这个会议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审议了19届中央第7轮形势情况的综合报告，就是中央巡视组。中央巡视组这次巡视的对象是教育部和31所中管高校高校党委啊，然后就表扬了一番，讲这个教育部和31所高校啊，这个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提升啊，这件事情就讲完了。但是你把另外一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你就看出不同的东西来。国务院决定啊，今天的事儿，国务院决定开展第八次大督查啊，那么派了16个督查组，8月31号启程，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辽宁、吉林、安徽、江西、山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宁夏啊，有几个地方没去啊，有几个没去，上海没去啊。江苏没去，浙江没去，看见没有？广东没去啊。那去了这些家，然后这个督查是什么？督查去10天啊，督查10天啊。那么督查组，我印象中是今年成立啊，今年成立，他已经开展了多长时间？多少次？去年成立啊，去年成立督查组。今年已经开展了第8次督查。中央巡视组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中央巡视组其实就是中纪委的一个反腐的一种模式啊。那么中央巡视组也是习近平的一个棍子啊，打地方也给打各个部委，不听话就查你啊。那么巡视很痛苦啊，
非常痛苦，很厉害的巡视，它有个既定的程序，把你的问题捞出来、翻出来啊，这个很厉害。然后这个国务院就成立了督查组，好，你不听他的话，他就有办法对付你啊。那你不听我的话，我有办法对付你，成立一个督查组，也去查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新闻你可以看出，中办国办啊，中办是什么？中国中央办公厅啊，国办是国务院办公厅啊，中办国办啊，斗争激烈，非常，看双方在较劲，也可以由此可以看到习近平跟这个李克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非常的激烈啊。那么今天实际上发生了一件事，发生了一个什么新闻呢？中国平安就是平安集团，平安集团路透社报道啊，说这个银保监会正在调查这个中国平安对华夏幸福的投资啊，而且银保监会还要求中国平安停止销售这个理财产品，说这个理财产品和这个房地产市场挂钩啊，那么会有资金流到房地产市场啊，然后中国平安就发表一个声明，说他在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暴露大大低于监管上限，他没有回应关于这个监管调查的问题，他只是说了一下啊这个，然后银保监会也没有回应。随后呢，这个上交所就这个相关事项向这个中国平安发出监管工作函，平安集团回应说，这个针对近期一些市场传闻的例行询问，那么目前公司一切经营工作正常，业务发展稳健啊，这件事情不同寻常啊，这件事情不同寻常。大家都知道啊，中国平安是温家的势力范围啊，那么银保监会就着这个华夏幸福出手，华夏幸福平安对华夏幸福的投资不是现在，已经持续了很久了，这个事情早就结束了，现在来调查，而且理论上来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当时就应该查，怎么现在才查？现在查，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啊，银保监会出手去查中国平安啊，会不会是给温家一个提示呢？啊，那么意思就是，不要乱说乱动啊。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今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以来，一系列的动作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政治有关啊。你可以看很多东西都是有政治有关。那星期天我们之前做的一个专题，一篇文章叫《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我们专题在讲这篇文章非常系统的为习近平去年年底到现在以来的各项政策辩护。他辩护的方式就意思就是习近平在做一个大战略啊，这个大战略所有这些动作啊，从灭霸响指到针对各个领域的那个大动作，都是有战略意图的，都是一个战略，什么战略？对付美国的战略啊。所以要搞运动，要搞运动，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中宣部跟网信办这个办的手笔啊，办下来的事啊。那么全国的网媒统一刊登啊，声势非常的大。但是呢，它又不是人民日报社论啊，所以它也不是党的决议，也不是组织行为，也就是我讲的，这是习近平的一个试探，也是一个威胁啊，就是你搞不你搞得我不舒服的话，我就搞一场类似文革的动作出来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啊，就是再往前，就是文艺界啊、演艺界搞一场运动，针对这个赵薇和高晓松啊。那当然也有其他人，但其实都不算啊。真正这场运动的核心对象是谁？就是赵薇跟高晓松，其他人都捎带的啊。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些事迹，你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之前很紧张很紧张，不断的出手，各种出手啊。六中全会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啊，但是六中全会并不是说它一定会有个结果，因为通常会在这个党代会之前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商量一个下一次党代会上的人事布局，这个很正常。但是如果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啊，他在这个中全会上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也是有可能的这个问题留到党代表大会上去讨论、去研究，行吗？可以，不一定六中全会一定会有结果，但是六中全会很可能会有结果。如果大局已定，那接不接受其实意义不大这是一个而且就算是六中全会有结论，党代会上也有可能翻盘。中共党内其实它有一定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都不完全是就是不可变，这就是中共的特点它的规则都是有弹性看谁去执行，你愿不愿意去承受风险去冲击？你要是承受风险去冲击的话，你有可能过。所以你看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很多时候出现的情况是超出你想象你比如庐山会议开着开着会，突然本来这件事情已经定了，结果毛泽东临时翻脸，重新把原来发出去材料收回来，重新印个新材料出来，结果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批鹏的怀。所以这件事情，所以中共很多事情有规则，不是没规则，但是规则不是一成不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讲习近平的可能性。习近平可能性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20大交接，按照惯例有序的把权力交出去那么按照规定按照现有的规定，习近平应该在20大交出权力交出给其中一个政治局常委理论上应该是现在的一个政治局常委。那么为什么最近这个这个呼声很高，有很多人在讲汪洋，因为现在的政局常委当中，因为之前本来应该有一个接班人，那个接班人给习近平给干掉了，那你现在变得政局常委里面，你得选其中一个通常的情况是谁？通常是排名最后那个，也就是韩正。但韩正你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是一个未来的总书记所以现在外面传的是谁呢？就是汪洋，也可能会把有序的把权力交给汪洋因为根据邓小平和其他的政治老人定下的规则总书记2年任期伴随着国家主席也是2年任期。那么而且还有一个规定，就是2002年以后的规定，就是68岁退休70岁之前就68岁退休，7上8下，67岁可以上，68岁就下，叫7上8下你要是到了68岁，那你就下，但是你要是67岁可以上67岁以前都可以上这是第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中国比较好，因为它延续了从这个江泽民到习近平一直以来这3届领导人的正常权力交接它延续，如果能够延续到下一个，那中共可能就完成了，那可能既定的这个权力有序交接的这个模式可以延续下去。所以这件事情无论是对中共来说，对中国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维持这个政局的稳定性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一个就是21大21大或者是32年2027年是21大，2032年是22大
那么习近平就是不想在20大上退，那就他呢只是想多干2届或者多干1届，那么他就延迟退休。这件事情是一种破坏，但这也没那么坏，至少他退休了。那么他只是想多干1届啊，我有一些未尽的理想，我想多干1届，同志们愿不愿意？大家说啊，我们愿意啊，愿意我就再干1届。他大概可能是一种这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虽不满意，尚可接受啊。那么因为习近平自己也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是否依法有序更替，这是他自己讲啊，他自己讲。如果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话，那么他延续1届或者延续2届，只是为了延迟退休，多干一下啊。那么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就来了，如果他延续一届的话，那你在20大，也就在明年，你就必须安排一个你的接班人上。你就必须安排一个你的接班人上，而且这个接班人年龄不能超过63岁，啊，那么而目前的这一届的政局常委，到下一届全部都超龄，所以他们肯定是过不去的了，大概是这样，这是第2种可能性。第3种可能性就是习近平根本不想退，习近平根本就不想退，他就想干嘛？他就想一直干下去啊。那然后呢？然后他就干下去了，这个可能性也有这可能性也有。那么他就是可能性就是我假装延迟退休，但是我一直不肯离开一直不肯退假，我也不安排接班人。那大家一看，心里都拔凉拔凉这第3种可能。第4种可能性，就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向他发起挑战甚至可能发生政变这种，然后习近平的连任失败，有可能，也有可能那么习近平自己讲过几次说这个破坏和分裂党的阴谋那么政治阴谋活动那曾经讲过几次在党内都讲过。习近平的确有他很多的政治对手，发生宫廷政变或者是政治翻盘，有难度。难度在哪里？难度你现在看，政治局委员到政局常委都是习近平的人那么习近平的人，然后大家知道你要进入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那就平时你就没有不能够说我没事打个电话，这个克强我们见个面聊个天这个不行，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有纪律的，是不能见面的。所以他们怎么串联，有没有办法串联起来把习近平干翻，也有这种可能性你派个人秘书之间见个面啥的。但是你要知道，现在集权数字工具，也针对这些领导人的，没那么容易的。但是可能性是存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也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连任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连任有可能是主动的，也有可能被动的，也可能是就连任的结局来说，有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那这里面有个人就是汪洋汪洋的曝光率最近是上升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率领这个西藏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这个西藏的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庆祝活动这种级别的活动呢，可以是政局委员级别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也可以习近平去，不过习近平应该不会去，因为他刚刚去完。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之前去了西藏去了西藏，还去了青海，
你想一下，他再去参加的可能性就基本上零了，那就应该是其他人代表去。那么可以是谁去呢？汪洋去从理论上也是合理的，因为他政协主席，政协主席负责民族工作、统战工作啊。那么去西藏，这属于民族工作，也属于统战工作，他去也行。那么李克强去也行，啊，李克强代表中央政府啊，这也是行。那么基本上是这两个人去，那么李克强不去，那就是汪洋去啊。他是不是有招式性的作用？也有也没有，看不出来啊。这一件事情不能代表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出席第8届全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也是他是政协主席的身份啊。还有一个是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出席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其实李克强也去，这个王沪宁也去啊。那么基本上这个会议是这个级别啊。还有是中央财经委，最特别的是中央财经委。中央财经委以往是汪洋是不去的，因为中央财经委是经济问题，汪洋不管经济啊。汪洋虽然以前管过经济，但是汪洋现在是政协主席，跟他没有关系。那他跑着去，让他去开这个会，我当时是觉得，让他开这个会，就是之前习近平霸王灭指啊，灭霸响指，他打的太多了，那怎么办？让汪洋去帮忙灭火，救火啊。但从现在来看，当时我的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因为灭霸响指这事儿没停，根本没有停，也没有纠正过来。习近平不断的在灭霸响指，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没有调整，政策没有变，政策没有变，那汪洋去的话，就不是去灭火的问题。如果他不是去灭火的问题，那他在参加这个会就有点特别。为什么？要么就得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管过经济啊，他管过经济，他原来做副总理的，管过经济。那么，要么就是他有需要他出现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特别的讲说，这个汪洋最近曝光率的确是很高，所以也反映了这种可能性啊。他的曝光率已经超过了李克强啊，这也是外界传汪洋会接班的原因。那我们总的来说啊，总的来分析一下什么呢？习近平在连任这件事情上怎么看啊？怎么看？我们有几点。第一，从习近平最近的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他非常坚定的想要连任，这个想法没有改变。这是第一个，这很重要。首先他个人的意愿就是想连任啊。从今年以来的所有的动作，从这个七一的这个建党100年的这个活动啊，到6中全会还要去总结100年党庆的这个经验教训啊，总结经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跟他连任相联系起来。所以你可以看习近平非常坚定的想要连任，这个想法没有改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连任遇到了前所没有预料到的挑战啊。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习近平的很多动作很激烈啊，动作非常的激烈。然后你可以看的，就特别是我们讲的这个星期天的那篇文章啊，这篇文章虽然写这篇文章的人没什么特别，但是这篇文章非常符合习近平的心态啊。甚至这个标题都是摸着习近平的这个脉搏喊出来的话，所以他叫什么？上来就说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这就是习近平的话。习近平就喜欢这样讲话，他要求这种叫什么获得感啊，获得感。你做这件事情，你不能光自己做，你得让大家感受得到，每个人都要感受得到。哎，他上来标题上就直接写到标题上面去，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他把习近平的这些东西串起来，讲是在深刻的变革，狗屁不通。但是这符合习近平爱听，这是，也就是说什么？这篇文章其实反映了习近平在党内是遇到了挑战，有人在批评。你看你这去年到现在，你这活干的啊，1、2、3、4、5，我们一年才制造，我们一年才要搞个千把万的就业岗位，你就一个政策，教培行业就直接给我产生1000多万，我这岗位才一年才好不容易搞个1000多万，还不知道是真是假。你这一个教培行业就1000多万失业，你怎么着？刚刚有一个教培企业，这个黄埔军校教培的黄埔军校倒闭了，你说说看怎么说？这肯定是有什么呢？有人在批评，提出批评，自我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就这样啊？那这篇文章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习近平面临的挑战。那你要辩解，你辩解怎么辩解？我不说，我找个人来说，而且说的气势磅礴，多好。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挑战非常的严峻，严峻到了什么？严峻到了他有可能连任不上的这个地步。他为什么这么大动静，搞这么大动静？就这个原因。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第三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的很多动作都是有针对性，针对什么？针对连任啊。所以包括我刚才讲，中国平安被银保监会调查这个事情不靠谱，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太奇怪，非常奇怪，因为中国平安这件事情，早不出晚不出，这个时候出，那肯定有政治意图，我是这么看的。第四，习近平能连任吗？真不知道。这个时候就是关键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往中间，就是往中间跑啊，拉人呐、该做的动作啊，该给他下药的下药，该上眼药的上眼药，这个时候是最关键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时候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谁能赢谁能输。所以基本上这样，我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租金管制的这个政策就不说了吧，我们以后找时间专门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专门的议题，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我们今天上午的题目呢，就直接就讲了1个小时，所以我还是要留给大家多一点时间，让大家参与讨论啊。所以我今天虽然我准备了2个题目，但是我还是讲1个就算了，不要把另外一个时间又给占了，好吗？郭红玉，谢谢 J， 谢谢观点。习现在做的一切就是在摧毁中国的一切，摧毁的同时打击所有对手，断对方的资金，到关键最后冲刺的时候发力挽救，赢得支持和最终的连任胜利。是这样吗？啊，他能够发力挽救，发力挽救是什么鬼？到关键的时候再发力挽救是什么鬼？然后再赢得支持，赢得谁的支持？大家把这个政治权力斗争想得太儿戏了吧？小孩过家家嘛。观点：习近平搞21世纪文革，目的就是制造一个非常时期，推迟20大会期，避免下台。这跟毛泽东搞文革推迟9大的说法相同，我不同意。推迟20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提问：今年的主题是党的历史和成绩，请问会评价习的9年工作吗？今年的6中全会相当于历年的5中全会吗？为什么
为什么叫五中全会？重新把我们前面听一遍好吗？提问一直想请教王老师：一、党内政敌到底有哪些？二、还健在的对习有影响或者是约束的中共元老到底有哪些？我不好说啊。你说党内的政敌，江泽民算吧，算吧；温家宝算吧，算吧；这个胡锦涛算吧，肯定也算嘛，是不是？党内政敌只要靠边站的都算他政敌吧？那还健在对习有影响和约束的中共元老，宋平还是有影响的吧？我觉得宋平是像这个把这个习近平推荐给江泽民的，所以他对习还是有影响。提问大家所讨论的习李权力斗争，客观来看，习的势力比李大很多，那当然那是肯定的，那就是9-1吧。李马上也要退下来，李为什么还要斗？明知道不会赢，而且也会大概率连任，这么明显的斗，李难道不怕卸任后秋后算账？这没有秋后算账，斗肯定是要斗的，党内就必须斗啊，肯定是要斗的啊。赢不赢怎么说呢？形势，大家不要以为退下来就结束了，不是的，退下来没有结束，他在党内的政治生命还存在，他还是有影响力的。大家总觉得这个岗位下来就看不到他，看不到他还有影响力的啊，所以他不是说从岗位上一下来人就死掉了，不是这样，他还得活好多年的。所以你想一下，斗为什么要斗？必须斗下去啊！观点六中全会定20大的中共大盘子，会决定接班人，会给习盖棺，但定盘子不是由习主导，估计是由汪洋联络，习应该不负主导了。我的感觉是，党内在连任原常委对习阻力太大，习除了军政外，没有任何政绩来向党内要求连任，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星期天那篇文章我觉得那篇文章的重要性就在这里。习拿不出政绩来，全是他灭霸想指的东西，那当然有意见。你这个大家都损失啊，没有人不损失啊。那大家有意见，他就那篇文章是编了个故事，编了个什么故事，把这些让大家都损失的政策、灭霸想指的行变成一个大战略。这战略不是逻辑上讲不通，其实啊，你说文艺界、文艺圈烂了，文艺圈烂了，习近平有责任呐、你这一句话就给他灭了呀，对不对？所以这篇文章经不起推敲。他讲这个我们现在市场很混乱，这个那个市场混乱也是你没管好啊，对吗？你说这个当年那个蚂蚁集团有什么违规？你执政了10年，你没处理，你现在处理，说这个整个市场很混乱，整个市场很乱也是没管好，对吗？所以，那篇文章其实经不起推敲啊，这是一个。第二个，观点是习连任是有阻力，我认为是有阻力，因为这些事情你事情都办砸了嘛，连疫情办砸了，决策错误，虽然他后面翻盘，但是还是可以有人拿出来讲的呀。你的决策时间太晚了，你搞得这个流行到全中国、全世界都是，搞得我们现在外交政策上很被动啊，等等。你这一讲，那没办法接都没法接呀，对吧？经济形势现在这么严峻，你看看你现在所有的人都你管着，刘鹤你管着，对吧？这个政府都是你的人，你现在你看经济形势是这个样子，你怎么说？你没法说啊。观点加提问：让汪洋出来会不会是烟幕弹，让大家误以为他是潜在接班人，放松警惕，转移视线，都有可能，都有可能，不知道。
但是像汪洋这种级别的人放烟雾弹，他是个放烟雾弹的人吗？嗯，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汪洋，我自己感觉汪洋的曝光率是高，特别是汪洋参加财经委的会议不寻常啊。参加民族会议正常啊，去西藏可圈可点，但是也没有太异常。观点：中国和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阻止习的皇帝梦，不要心存幻想。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继续加速至翻车。翻车过程有很多人会一起陪葬，也许包括我，我也想反抗，但反抗过，但是连坐智会祸及家人和子女亲戚，让我只能认命。中共在评价苏联解体时说：“苏共竟无一人是男儿。”今天中共连苏共都不如，面对习的独裁有一男儿吗？我不同意。那你对中共党内的这种文化和秩序不了解啊，还是有这个，虽然是独裁，但是还是有人可以提出意见的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中全会，在20大上都会提的，都会提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啊，这个中纪委是拿来干什么？中纪委就抓他们把柄，但如果你没把柄，你坐那儿讲啊，他拿你没办法。所以这个，嗯，都有可能性啊。大家别把事情看太绝对，个人认为，不要讲我个人，就我认为就好了啊。你又不代表组织啊，你就是个人。我们都说自己，我就是我。我认为放汪洋出来是个烟雾弹，意在迷惑美国。这跟美国关系不大，美国能影响这事儿吗？在疫情溯源和国际压力的这个关头，放一个假的接班人，给国际上一个缓和的信号，好让国际上放松一点对中国的压力。我觉得不同意，这是没关系。不管是谁接任总书记，都会向他施加压力。观点要留意六中全会前军报的发表的社论，看看军队对习支持力度，军队的态度很关键。嗯，情绪现在已经21世纪了，中国还在搞宫廷黑箱政治，一群人在这里猜，真是悲哀。情况8月29号，河北石家庄火车站就率先行动了，他们从大屏幕撤下明星的宣传照，换成英雄先烈的照片，叶挺、左权、罗炳辉、彭雪枫等英雄照片醒目的出现在大屏幕上，已经转向了。嗯，为什么是叶挺？为什么叶挺、左权、罗炳辉？为什么是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提问：今天小学开学了，12年级取消笔试考试，其余年级只考一次，期末考试全部取消重点班，这是放松教育了吗？还是现在重点学校还是以分数选学生？这不是矛盾吗？先把制度改过来，应该是这样啊。观点认为，中共消灭教培是为了制造低学历技工的想法是不对的。高等教育的人数门槛和教培行业提升的个人升学机会并不挂钩。中共真的想更多人去技校，只要把高考题目出难一点，或者更简单的减少招生人数就好，不需要通过打击教培行业来增加技术工人的人数。谁说的为了增加技术工人人数？教培行业团灭教培行业，我们讲过至少有5次了吧？还在这里讲这样的问题吗？我不知道是谁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财政部原部长金仁庆突然在家中失火身亡？据说他其实够谨慎，住1楼，家里没有游泳池，不开车，但还难逃一死。他所住的别墅小区警卫级别仅次于玉泉山，有武警24小时巡逻，但火烧了2个小时，没有闻到味儿，也没人发现。
部长部长楼呢是一栋单独的楼啊，单独的楼，而且还有警卫班啊，那么也还有服务员，家里还是有服务员，而且不是一个服务员。那么据说是他太太已经去世了啊，然后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消息现在只有一个单一的、不知道来源的消息，说他过火面积2平方米，然后就烧死了他。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持怀疑的态度。金仁庆在家里死了，那什么死因，我还是当做死因不明啊，死因。金仁庆我采访过他很多次啊，税务局长出身，税务局长出身的人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能够从税务局长干到财政部长，那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做了副部长，做了也好多年。怎么说呢？你只能说是，因为现在就是一个说法，就是唯一的一个说法，所以我对这个说法我是有怀疑的啊，所以我没什么想法，除非你有新的，我现在不跑一线，所以也没电话可打啊。如果再早20年，可能我打个电话，可能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北京应该有人知道啊，北京应该有人知道。情绪非常希望习连任。中国现在糟糕的还不够，如果现在习下来，中国人还是不会改变抗美援朝的共产主义观念，这很典型的看法。嗯，我还是希望不要让中国人受这么多罪啊！你想一下，我们不说别的，就说教培行业团灭，我们不说游戏，不说这个，不说那个，不说这么多行业，我不说啊，我们就说有教培这个行业。教培行业，你知道有多少？这个行业呢，是让那些大学应届毕业生可以进入一个相对体面但门槛没那么高的行业，而这个行业又在高速的发展，所以其实它容纳了很多大学应届毕业生，很多大学应届毕业生找工作非常困难，很多岗位都需要经验，但是教培行业是不需要经验。而且中国那么多师范学校没地儿去，正好教培行业呢，学校又进不去，你怎么办？你让这些师范生怎么办？哎，这个行业就是容纳这些人，结果这个行业一下子灭掉，多少人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小孩还供着楼，啪，你这个行业没了。所以我是非常不赞成这种心态，然后是希望这个习近平把这搞得更糟糕，搞得更糟糕是意味着什么？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那想死的心都有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那是家破人亡，很多家庭家破人亡，跳楼自杀多的是。所以，我也许你心里这么想，但是你不要说出来嘛，啊，这个太残忍，我觉得讲这样的话都非常的残忍，就完全不管不顾中国老百姓的死活。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共产党？为什么反对习近平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祸国殃民。殃民是什么？就是每个人很具体的每个人手里的饭碗，这就是殃民啊。情绪我的心态很矛盾，希望能够挽救10年来的倒行逆施，但这意味着习难以连任，但他连任受到的阻力越大，新文革的风暴可能就越厉害。就是很多人是这种心态，特别是海外啊，希望中国烂得快一点，烂得越快越好，中共就因此倒台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是期望中共倒台来的更重要一点呢，还是让中国的老百姓过得好一点，没那么惨重要一点？对我来说，我觉得中国老百姓不要那么惨，来的更重要一点。为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就是国家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你说有些人说我为了反共啊，这个付出多少代价都行，这种人跟法西斯没什么区别。你反共的目的是什么？你不就是救老百姓吗？啊，你是为了反共，所以让老百姓付出代价，死活不管，那我觉得我还是要反对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坚定的站在老百姓这一边。为什么？你要跟中国的老百姓接触，你就知道，他们的确是非常的惨，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中国的老百姓，不说底不底层，中层、中产阶级也是一样，其实，还不小心失业，你试试看有多惨，非常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那个恶龙啊，我们不要让自己变成那个恶龙。观点新闻革可能是从一个产业转向另外一个产业，每次打击5%的老套路，从政法大清洗到娱乐行业整顿，分拆开来进行文革。我们还是喜欢津津乐道这些。王老师你好，面对这个混沌的世界，我们在国内的通报该如何来正确的应对？通报什么意思？既不违背良心道德，又不想盲从乖乖狗，请给我们指点。没有什么，就是你力所能及的做你能做的事情。因为我上次讲过，我有一个同学给别人上党课，给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上党课，他没有啊。你想想，他是一个给别人上党课，他上什么？心理学，让大家怎么样正常的用心理学去对待其他的人，这不挺好吗？如果党课能够都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多好，是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做一点好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对中国人有帮助的事情就可以了。不要讲那些啊，那我是很讨厌喊口号，喊那些口号一点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不喊口号，我也反对喊口号，我也反对拿人民做代价去成就某一些人、某一些团体的政治目标。我觉得这也是邪恶的，所有这种行为都是邪恶的。所以，你说不想盲从，你心里明白，该了解的事情都了解，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不一定要说出去，不一定要非常坚定的讲出来，看情况吧，让自己安全，同时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好了，不用把自己放到那么两难的位置上。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选择，其实你想一下都是。人其实你就像我们从这个点走到那个点，有一种选择，对吗？所以实际上是一样。你说我完全没有选择，完全没选择，肯定是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你没有给自己安排好可以做选择的位置，结果你就没有选择。观点：一个腐烂的国家，向来是禁止艺术兴盛的，因为艺术是开在淤泥里的花，可以觉醒森林中所有物种向往自由和盎然。OK，提问：8月27号，农业农村部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退出机制，这个怎么解读？我看到这条新闻，但是我没有时间准备，我也没有看，没有更深入的，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个别现象，还是一个普遍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我看到这条新闻，还没有研究啊，我以后等我有研究，我再跟大家报告。情况：华夏银行宣布停止外汇买卖。它是12月1号宣布停止买卖外汇，就是停止结售汇啊。但是
他没有讲原因。情况，扬州继续封城，第32天，外地治阳人员至今不让出。虽然官宣出去了几个，但是大量的人还被困，各种材料要了无数，最后居然还要外地开居住证明。我朋友一家被困，身份证地址是居住地址，也不行，还要对面开居住证明，脑残至极。核酸已经做了20多次，现在还每天做，因为社区工作人员说他们也不知道上面的安排，只能继续做着。扬州我上次看，大家都快疯了啊，关的都快疯了啊。情况：IT 行业从业人员很多年前挤地铁的时候被挤得摔倒在地，一眼望去全是脚，体会到了死亡的气息。幸亏有一位用力挡住前后的人群，我才得以爬起来。希望大家心存善良，不要看客心态，幸灾乐祸，非常对，就是这样。其实一个人的生命很脆弱啊，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面对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危险啊，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们也应该向其他人伸出援手，更不应该用这种心态来面对中国人民的苦难啊。明谢 Running Ma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